百年变局，积水中流。装备制造，国之大事。今天，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中国装备制造业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加速向制造强国转变。从这里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伟力，强劲奔涌。高级技师白树华的一天开始了。他要焊接的这个直径800毫米、长8米的部件非同一般，而是全球尺寸规格最大、制造难度系数最高的华龙1号核电主管道。华龙1号，中国自主第3代核电技术，世界核电巅峰的中国重器，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单台机组每年发电近100亿千瓦时，可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16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7000万棵。核电主管道，核电站的动脉血管，负责输送核反应堆冷却剂，其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极高。核电主管道制造是世界性难题。作为中国核电技术完全自主化的参与者，白树华所在的国机重装2重装备耗时近10年，持续研发，反复验证，掌握了多项专有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第3代核电主管道的自主研制。不能产生一个针尖大小的点状缺陷，焊接变形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华龙1号核电主管道焊接工艺堪称世界顶级，狭路相逢，顶级焊工白树华需要慎之又慎。最终，白树华凭借其出神入化的焊接技术，完美地实现了又一次极限挑战。这个呢，需要有极强的这个基本功，还需要在这个实践中，在不同的这个结构、方法、材料中，去不断的去积累经验。我们能够有幸参与到这个华龙1号这种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产品制造，也从这个产品的制造技术方面呢，突破了我们国外的一种垄断。从2021年华龙1号全球首堆投入商业运行，到如今批量化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中国第3代核电技术已跻身世界前列。随着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从跟跑、并跑向领跑转变跨越，中国制造在重点领域正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代号 G50，中国装备工业创造的又一个奇迹。燃气轮机是从大气中吸入空气，并将其压缩，压缩后的空气进入燃烧室，与天然气燃料混合燃烧，产生高温燃气，推动涡轮做功，从而输出强大动力。作为热功转换效率最高的装备，燃气轮机主要用于燃气电厂发电，更是为长输管线、航空和舰船等打造的动力心脏。重型燃气轮机，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象征。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自主研制。2009年，中国汽轮机制造企业正式启动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自主研制，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中国首台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研制，顺利实现了整机点火试验一次成功。精密铸造生产线上，一种极其特殊的叶片正在制造当中。透屏叶片，重型燃机核心高温部件之一。重型燃气轮机分为 E 级、F 级和 H 级，温度越高，技术等级越高。F 级重型燃机工作温度达1400摄氏度左右，确保高温部件在金属熔点以上安全稳定工作数万个小时，这是一项世界级研发难题。透屏叶片被设计成空心，当它高速旋转时，空气进入叶片内部，形成对流冷却。陶瓷行芯是透屏叶片内腔结构的关键工艺部件，它由特殊陶瓷材料制成，最高耐受温度可达1580摄氏度。经过压蜡工艺，陶瓷行芯首先被制成蜡膜叶片，紧接着全自动机械臂出手，将陶瓷涂料和特殊砂石均匀地涂抹在蜡膜叶片表面上，从而使其形成陶瓷形壳。随后，在高温高压蒸汽作用下，陶瓷形壳内部的蜡液被迅速脱除，形成空腔。经过充分预热，陶瓷形壳开始接受高温熔炼浇筑，随着1500摄氏度左右的镍基合金液体浇入形壳，透屏叶片毛坯方才成型。成型后的透屏叶片毛坯被放入特殊碱性液体中，其内部的陶瓷行芯被完全溶解。至此，透屏叶片毛坯制造才算告一段落。然而，要成为性能出色的透屏叶片，还必须在烈焰中完成蜕变。喷枪火力全开，焰流温度超过3000摄氏度，透屏叶片毛坯被喷涂上由陶瓷粉末、合金粉末形成的热胀涂层。有了这身特殊的隔热服，外加特殊的空心结构设计，能确保透屏叶片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超高温环境下正常工作。长期以来，重型燃气轮机透屏叶片研发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已成功打通了叶片变形、疏松、热裂、断芯等诸多痛点堵点，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规范和技术标准。没有任何设备，没有任何仪器，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基础，我们只能从零开始。经过这11、23年的发展吧，我们现在掌握了叶片的精度关键核心技术，完成了 G50叶片工艺的研发，可以说是突破了卡脖子技术，打破了国外的风口和垄断。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零部件多达数万个，从设计技术到材料机械，再到试验设施，任何一项
都是十分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研发重型燃机之所以难，除了攻克关键高温部件研制难题，还需要长期试验验证和经验积累。满负荷试验即将开始，这是50兆瓦重型燃机研发最关键的验证节点，也是电站长期运行前的最后一项性能试验。艾松，汽轮机制造企业 G50发展中心副主任，50兆瓦重型燃机试验现场总指挥。准备工作完成，燃机各系统进入临战状态。燃气机状态正常，可以启动。燃烧器状态正常，可以启动。强度转子正常，可以启动。准备点火。随着点火指令下达，50兆瓦重型燃机8个燃烧室同时点火燃烧，燃料持续投放，负荷逐渐加大。重型燃机转速螺旋上升，目标是6000转每分钟。试验团队密切关注着各项参数变化。自首次点火成功以来，50兆瓦重型燃机满负荷试验已经进行了多次。尽管对每一个步骤已经烂熟于心，但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每进行一次试验和第一次没有丝毫差别。50兆瓦重型燃机运行状态良好，直到此刻，各系统均处于平稳的状态，但意外总是猝不及防。起机后25分钟，7号燃烧室突然熄火。技术意外停歇，大家注意观察自己的系统，确保我们安全停下来。燃机关闭，试验终止。人们需要尽快找到问题所在。随着排查范围的缩小，试验团队发现，导致7号燃烧室熄火的主因是高纯度天然气中混入了空气，而问题根源在于输气管道阀门密封垫圈老化。故障处置顺利结束，50兆瓦重型燃机重新启动。现在准备重新启动。72小时后，50兆瓦重型燃机顺利完成了新一次满负荷稳定运行。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中国在发电装备领域的纵身一跃。它的问世，意味着中国实现了 F 级重型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历史性重大突破。而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来说，自主燃机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自立自强。中国西北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古代丝绸之路北线。浩瀚的大漠沙洲上，商队的驼铃声似乎还未远去。穿越千年时空，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从未离开过这条黄金古道。而极富想象力的创新创造，让天山南北的今天越发活力奔涌。当第一缕曙光投射到天际，稻茅湖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被同时唤醒的还有这座超级镜子发电站。镜子环状分布，如军团列阵，数量多达14500面。从高空俯瞰，酷似银色向日葵田。这就是中国首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新疆哈密5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哈密地处天山以东，中国太阳能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平均太阳总辐射量
约6200兆焦每平方米，全年光照可利用小时数达4000小时，是光热发电的理想之地。无边形聚稀式定日镜，发电系统的核心部件，中国首创技术，具备载荷分布均匀、受力特性好、跟踪精度高等特点。在聚光极热系统指挥下，每一面定日镜都能逐日而动，它们自动追随太阳轨迹精准运行，自动调整反射阳光的角度，从而实现反射极热。阳光穿透云层，日头逐渐升高，反射面积达140多万平方米的镜场里，14500面定日镜将阳光汇聚到181米高的中央极热塔上。这一幕如同用放大镜点燃火柴。精准的镜场控制是光热发电的核心技术之一，也是研发的最大难点之一。过去，相关技术细节国外不对中国开放，而今天，这一历史已经被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所改写。就是在一个250米的一个球场上面，我们就拿着一把枪去射击。那么我们的靶面呢，大概就是一颗足球大小。那么我们要求这个稳定性是万发万中，就是没有一颗子弹会偏离这个足球。所以这是保证定日镜自身的跟踪精度，要让它很听话指哪儿打哪儿。光热发电是将太阳光转化为电能的过程。这座极具未来感的光热发电站，其运行原理并非生涩难懂。定日镜向中央极热塔反射太阳光，极热塔顶端的吸热器逐渐聚能，加热内部流动的熔岩，进而产生高温高压水蒸气，推动气轮发电机发电。白天充电，晚上放电，哈密熔岩塔是光热发电站的一大绝技。白天通过太阳光将熔岩加热产生能量，再将能量储存起来，等到太阳落山，光线不足的时候，熔岩储存罐里的能量会支持电站继续发电，从而实现24小时不间断平稳供电。哈密5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总规划容量为2台50兆瓦发电机组，全部投产后，每年可为电网提供1.98亿千瓦时清洁电能。超级净色发电站，中国制造在戈壁深处打造的绿色动力引擎。然而，在进行高效能量转换输出的同时，它也不得不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师傅，今天你们洗哪一个阶段呢？我们今天是14阶段，第4区的14阶段，然后48到59环。行，今天有点风，要注意一下，注意镜面还有注意距离，行车安全还有一个。每天早上9点，专用清洗车都会准时驶入镜场，为14500面定日镜提供洁面服务。长时间在户外运行，定日镜表面极易出现灰尘污垢沉积现象，这会导致出现镜面光反射率降低、削弱吸热器光热能量到达等问题。镜面清洗任务繁重，而工程师们还必须克服其他的困难。由于电站地处干旱地区，干燥降雨，水含盐量较高，如果长期使用，不仅会缩短定日镜寿命，还会有损车辆的机械结构和管路。因此，清洗镜面必须使用除盐和经过软化处理后的水。相较而言，定日镜面临的更大威胁，还来自于戈壁滩特有的大风。
没有你不要不用，先把这3颗穿完，就把那个换一下，哎，再换下来。检修已经持续了近1个小时。几天前，由于中心轴定位螺栓折断，导致这面定日镜迎风抗风能力骤降，被紧急送到这里抢救。现在要拿那个钻头，把这个螺丝钻一个孔，然后用推弓螺丝，把这个螺杆拿钳子取。哎，人们似乎不太走运，定位螺栓断裂在卡槽中，位置刁钻，维修工具难以触及。负责现场指导的工程师徐杰决定亲自上阵。经过徐杰的一番努力，故障终于被成功排除，定日镜又恢复了元气。2年多来，徐杰一直在这里负责定日镜的安装、调试、维护，全程见证了新疆首个光热发电站拔地而起。出厂那一瞬间是给我们最难忘的时候，因为我们成功的制造出了第1台定日镜，那个时候在场的人都有一种想欢呼一下的那种感觉。今天，哈密5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已经实现全容量发电，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大规模熔岩塔式光热电站成套核心技术的国家。光热发电技术的探索，填补了中国现有清洁能源版图。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通过这条电力丝绸之路，点亮万家灯火。对正在加速迈向绿色发展的中国来说，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将是未来的主题。作为清洁能源家族中的新宠，光热发电必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上天入海，穿山越岭，创新驱动正在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蓬勃动能。高质量发展，中国装备制造的必由之路。抓住机遇，后发赶超，站上新赛道，跑出加速度。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业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的自立自强正在牵引中国装备制造砥砺前行。